所以现在你还觉得很痛苦吗？不要再听信那些网络上的那些谣言，就是不要说什么擦很有用，然后擦一些奇都很有用。各位书记的小教室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摩羯座皮肤科医师，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今天我们请到那个肖先生一位年轻的资深青春痘专业户，来告诉各位说，你的青春痘其实经过正常的治疗，不一定要吃 A 酸或者做一大堆乱七八糟治疗，你还是可以很快的把你的青春痘从烂肿肿变好这样。好，来我们请肖先生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大家好，大家一看就知道肖先生很帅，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年轻小伙子长青春痘，青春嘛，一点都不奇怪。那从皮肤科的专业来说，其实青春痘从最小的粉刺然后到稍微冒那个小红疹然后白脓头然后一直往右冒到最凶的囊肿型大颗的青春痘，然后到我们叫 acne conglobata 就是那种超级囊肿型青春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那在临床上，我们发现黑种人他们大概会皮脂腺最丰厚，所以他们会出现比较大颗的青春痘。那白种人皮肤比较干燥，所以他们出的大概是粉刺那小部分是属于囊肿或者那个白脓头。黄种人大概会在中间偏左就是我做皮肤科医师30年来，我看到的青春痘其实大部分都是中小型的，因为我们华人所以今天跟各位谈一下华人的青春痘，就算你有囊肿型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概要怎么治疗？那肖先生问一下你当时整个的就医史是怎么样？你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做肌戒毒 ？OK， 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到现在大概有7年，然后我去大大小小的皮肤科看了，其实也都没什么用，大概1个月会回诊一次，然后大概有几个医师？大概有184个。没那么多，大概3家诊所我来回跑。好，3家诊所来回跑了7年。对，然后我那时候的皮肤的清洁状况大概是那个用肥皂，然后我爸妈有看到我那个痘痘，推荐我用那个燃烧水清洁皂，想说没什么化学成分，然后就也用了。然后我的亲戚也推荐我用药皂，然后用了，但是也是没什么用，然后皮肤很干燥，又会脱屑，然后没什么用，意思是青春痘一直长，还是说它变成小颗，但是频繁出现？就什么叫做没什么用？就真的没什么用，就是痘痘依然好，所以果然没什么用，但是刺激性很强。对，真的很强，就是会脱屑这样。然后我的不只是我的那个痘痘，我的头皮也是有那个皮叫什么？有脂漏性皮肤炎，然后也是有试过那个药用的那个洗发精，然后也没什么用。其实也不是没什么用，就是擦了1个礼拜好了很多，但是这样子一直持续用了之后就没什么效了，还是会痒脱屑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在地图上就查到这个，然后没想到就是就查到，然后就来试试看肌戒毒这个。所以你去年我们到现在大概6个月嘛所以你去年到现在，你一开始是决定活马当活马医这样。死马当活马医。我知道，不要把自己当死马了。对。好，所以这6个月以来，你经历的肌戒毒应该算满意嘛？如果不会满意，你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对吧？那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凡有因必有果，这样。那在整个肌戒毒的过程中，你最痛苦的状态是什么？那个最主要是囊肿型长很多。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看这个肌戒毒这个之前就有长很多的囊肿型的那个痘痘了。不过就是在用油敷之后，那个囊肿型是长得特别多、特别大，然后也会发痒，然后大到的时候会发痛、发胀这样子。我记得你6个月以来，我们大概到第4个月差不多小的粉刺大概控制的差不多，我们就开始吃口服的抗生素嘛，对不对？然后我的印象是6个月我们当180天好，那后3个月大概90天，我们大概吃了差不多42颗、45颗的抗生素，对不对？就是90天，一共2天吃1颗
然后2天1颗那个消肿药，大概就这样嘛，对不对？对。然后这样就控制下来了，对不对？对，大颗都是控制下来了。对对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只要正确的控制囊肿型青春痘，不一定要吃那些巨药了哈，就是很正确的控制，很正确的科学调整。所以现在你还觉得很痛苦吗？我现在不会了，我现在不会了，我现在不会了。哎，那你的皮肤的干燥觉得怎样？没有像以前干有脱屑的情况，就是现在就是只是感觉干，但是没有脱屑。好，所以你的皮肤在慢慢的自我恢复油脂。对，虽然自我恢复油脂，可是并不会因此长痘。对，好了，我们还没开始录，他就很快的赶快把他的那个成果弄出来。现在的情况应该算比较 OK 了哈，然后也算勉强算舒适啦。对，没错。青春痘正常人本来多少就会冒一些痘子，不会都不冒的，我偶尔也会冒。那你现在的情况是走过那个最幽暗的那个走过死硬的幽谷以后，那整个过程你现在发现了什么？你按摩的时候有出现什么？你的皮肤有出现什么？哦，在油敷之后按摩之后，其实会有那个硬硬的，很像沙子一样，然后在我脸上在那边跑动，它自己会跳出来。对，会自己跳出来。OK， 所以简单讲，就是你要去角质、去粉刺，不一定要用酸，对，没有用酸，对嘛？对，就是单纯只是让它柔软嘛。对，用油那个柔软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图，你可以看到它本来囊肿型的，然后就慢慢的痊愈嘛，可以这么说嘛？哈，对，没错。好，那在肌肤监测这边，那个肖先生给你看那个脸部图，我给你看他的那个皮肤表现图啊，你可以发现他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先看那个比较夸张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一颗一颗的哈，它会自然代谢掉，然后一颗一颗减少，然后甚至有一些原来的凹洞哈，像这样的凹洞的状态，然后比较肮脏啊、黏腻的一些角质堆积，它的纹路也会慢慢变好，然后这些凹洞也会改善。这个就是皮肤在恢复治愈过程中，你就会慢慢看到它的那个皮肤的情况变得渐渐健康。你不一定要牺牲你的皮肤去完成健康，你让它恢复健康，它也能健康。很多人来找极致都是来治疗酒糟肌跟敏感肌，可是其实很遗憾的是，如果你在青春痘的时候就治疗好，你其实不会产生后续的酒糟肌跟敏感肌。我们在临床实践里面发现，很多青春痘的治疗其实是过度刺激的皮肤，也就是说，一个青春痘没有治疗好，又搞出皮肤的发炎哦。那要开始谈这个事情，要先各位讲一下青春痘的原因哦。青春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反正大家讲的都是什么皮脂腺肥大啦，然后毛孔堵塞啦，然后这两个塞住以后产生那个厌氧菌的增生啊，最后就是开始发炎这样。对了，讲得很正常了哈，讲得很好，嘿啊，下次不要再讲了嘿。然后事实上我们很清楚的是，不管你皮脂腺多大或多小，它只要塞住，它就会产生厌氧菌的增生。换句话说，如果你把前面这一章重新 review 一次，它真正的问题不在皮脂腺肥大，肥大当然会是问题啊，可是它真正问题不在那，它真正问题其实在毛囊开口堵塞。它只要不堵塞，它就不会形成厌氧环境，不会形成厌氧环境，你就不会出现那个痤疮杆菌增生啊、发炎的问题。所以你把堵塞搞定了就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你要知道，本来皮脂腺小小的，你知道皮脂腺本来小小，大概跟毛囊头一样大，可是有些人在雄性素的激发下，或遗传啊，或基因之类的，他皮脂腺就从1个，然后变2颗啊、3颗、4颗，然后后来最后变这么大一坨。那这个就是常常我在跟病人聊的故事哈，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有一个水库，然后它泄洪的时候很容易泄，所以只要那个泄洪道没有被塞住，那个水库下去下游绝对不会泛滥。可是如果那水库增大100倍或者10万倍呢，那你的泄洪道没有变大，它还是一样会塞住。但是请回到我们最前面讲，华人的皮脂腺其实没有那么多，我们不是一个很肥大的种族哈。再加上我们的饮食相对是比较清淡的，就是所有的华人都喜欢吃青菜，然后肉有吃，但是不会大鱼大肉。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这个种族的整个皮脂腺其实没有黑人黑种人他们的皮肤那么肥那么大啊。然后我们又比白种人再稍微胖一点，其实华人的皮肤是可以很漂亮的把自己弄好。因此，华人的皮肤你只要保证你的皮脂腺正常分泌，然后不要堵塞就可以。好，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看过那个，最痛苦的时候啊，你最原始的状态，经过了代谢的过程，然后后来又稍微现在变得比较舒适嘛，对吧？生活也变比较简单嘛，对不对？对，不用那么复杂嘛。对，你得到的收获是什么？哦，真的是，
很方便，就是用水清洗完脸之后，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子而已，就也没有要再加什么保养品，然后那些 A 酸那些的，就真的很方便。就觉得皮肤真的不要太干涉，就直接让它回到自然的状态，这样就好。那你以前有怎么干涉它吗？干涉其实就是擦保养品的，然后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要问。青春痘的病人到后来走投无路的时候，都会控奶啦、控油啦，然后擦这个 A 醇啊，擦那个 B 酸啊，擦那个硒可啊之类的。你当时会怎么玩？我去看皮肤科的医生嘛，然后我就听医生的建议，也不要吃奶。然后那时候我健身过，然后知道那个乳清也对那个皮肤会很容易长青春痘，那些我都不要做。然后我做了之后，但是皮肤那个青春痘还是依然长。就是你花了很多精神去做饮食调控，对，可是还是长。对，那外在呢？外在其实就没有太过在意，就是也就是擦保养品，然后擦皮肤而已是这样子。OK， 所以机械毒里头，我可不可以帮你做个结论？至少机械毒让你恢复一个很简单的皮肤照顾，可是皮肤自己还活得不错。对，没错。不要去搞它，它就会变好这样。对。我一直觉得机械毒是一种心灵跟哲学的学习就是看破视线的虚幻，然后找到实相这样。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戒友都是学长学姐。那身为学长，你对后面的学弟学妹有什么要交代的？就是不要再听信那些网络上的那些谣言，就是不要说什么擦 A 酸很有用，然后擦一些其他的东西都很有用。我擦了之后3个礼拜，在第3礼拜之前，痘痘没有再长，但是擦就越往上头擦之后，就是痘痘就慢慢长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是建议不要再乱擦那些东西，而且反而情况还会更严重这样子。好，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因为 A 酸是皮肤科的正统治疗，所以我怕这段播出去我会被骂。不要随便自己乱擦 A 酸。如果你要擦 A 酸，请找你的皮肤科医师；如果你要吃 A 酸，请找你的皮肤科医师。这是我要补充的。然后学长讲完以后，老师再讲一下就是青春痘的治疗里面，我们常常会做去角质的动作，因为我们相信去角质可以把角质酸处理好。可是如果你没有处理好，你可以发现大面积的皮肤其实是受伤的。因此，我们常常正确的肌肤监测用数据处理完青春痘后，大概2个月、3个月、4个月，你会发现它的红会整个退掉然后这个是很清楚的，肉眼红退没什么问题嘛可是你看在武士灯下面，你仍旧一样可以看到它很大面积的紫红色都退掉肌肤监测能够帮你的是提供科学证据，可是你必须要愿意相信实相而不是你的幻想，你的皮肤才会真正得到完整的休息。好，又到我们 slogan 的时间就是有肌肤问题找舒肤机姐。来，换你。用科学证据来找回肌肤自信。你看，每次这种 slogan 都很讨厌，就是下次弄短一点好不好？为了犒劳我们这么辛苦的背 slogan， 来一点点赞、订阅、分享吧，让更多人、更多的那个正确知识流传下去。好，谢谢。拜拜。这里我要特别插一段，就是这几年大概10几20年来的，我个人认为一个歪风大家喜欢吃维他命 A 酸，那维他命 A 酸是一种巨药剧烈的药物维他命 A 酸主要的功能是它可以干扰或者可以调节细胞的代谢。那在干扰或调节细胞代谢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它可以让皮脂腺的分泌减少，因为它让皮脂腺不要那么活跃嘛。它甚至可以让皮脂腺的增生减少，因为它不会让细胞那样活跃。好处是它也可以让某些癌细胞，像 T cell lymphoma 之类的 T 细胞淋巴瘤，也可以变得比较规矩。然后，所以它甚至可以做在某些化疗药物里面做辅助性的治疗。可是，因为它可以调节，好听叫做调节细胞生长，难听叫抑制细胞生长，反正一件事一体两面。所以对孕妇来说，她吃下去就容易让胎儿的手不生长、脚不生长、肝不生长，所以它会造成畸胎嘛，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然后肝脏是很活跃的地方，肾脏是很活跃的地方，所以你吃的 A 酸，肝肾功能、你的胆固醇的代谢就有问题。所以这就为什么医师每次你吃个半个月、1个月、2个月，他就帮你验一下血貌看一下肝肾功能。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青春痘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哈，那青春期有些儿童像，我们小时候像我长170几公分就算帅哥了，对不对？可是现在的小朋友都可以长到180，如果你在130的时候就给他吃 A 酸，他的生长板可能因此受到干扰，就从头到尾他就长到150这样，然后他就吃了 A 酸恨你一辈子。换句话说，第一个，如果你的青春痘不是那么严重，就像我们刚刚跟肖先生讲的哦。就是你看哦，他180天，我们只用了45天，而且用传统的治疗，就是抗生素啊、消肿药，一共只吃了45颗，不是45天而已，差不多2天，后期2天吃1颗，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青春痘控制得很好。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尝试那个巨药？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在 Dcard 上、在 PPT 上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不是去找医师开药。巨药一定要找医师开，好吗？请医师帮你评估。他不是去找药，找医师，他是去找药。他会问说哪个地方药便宜？你又不是在买保健食品，你为什么不找医师呢？